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这一集呢是潘海利跟兽所香水分享的第2集。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第1集的朋友们，请记得要去观看这一支影片哦。那么今天这一集呢也是最后一集啦。其实我原本是要分3集啦，但是后来想一想，我还是尽量呢把它浓缩成2集，这样大家看得比较过瘾，对不对？那今天这一集影片呢可能会比较长一点。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从最前面看到最后面，这样你就能够更完整的了解整个兽首故事的来龙去脉咯。那今天在影片的最后呢，我还会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在兽首香水的选择上面有哪些建议。如果有兴趣的话，请记得要跟随我的脚步一路看到最后哦。那故事开始之前呢，请记得订阅一下我的频道，这样你也不会错过任何最新最有趣的香水内容通知咯。在这个英国的上流社会里，这位看似中规中矩的乔治勋爵，竟然背叛了他的太太布兰奇女士，在外面有了一位情妇。这位情妇的名字呢叫做 Clara， 她是以这个孔雀的头作为她的代表。Clara 在这个故事当中呢，是一位崇尚自由、非常有个性，而且是反传统的一个角色。人们觉得女性不可以抽烟，但是她反而很爱抽烟。人们觉得抢了人家丈夫是非常不道德的事，她反而抢了人家丈夫，还很理直气壮，完全不躲藏的告诉别人。她的香气呢，你一开始就能够明显的闻到这种很辣又很甜的这种味道。我觉得一开始这个味道应该很多人都不太能接受吧。它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有个性的，而且还是有一种呛辣的感觉。一开始是以这种莱姆酒的甜还有莱姆酒的苦混合而成的这种味道。所以就是给我感觉它有一点像是这种很苦的药水味，但是它这一支味道呢，前调跟最后尾调的时候啊，是完全2瓶香水哦，差距非常的大。前面就是这种很呛人，然后呢又甜又辣的感觉，但是它到尾调的时候呢，反而是呈现这种很温暖、很甜又很知性的那种感觉。尾调的部分以这种肉桂还有香草作为它的结尾，所以它呈现的就是这种很温暖，然后会让人家一直想去闻的这种感觉。那我觉得这支味道它就比较适合可能成熟一点的女士吧，我觉得大概30岁以上的女士会比较适合这一支香水。接着乔治跟 Clara 的私生子就是这一支 Radcliffe 狮子先生。狮子先生在这个故事当中呢，因为他是一位私生子，所以他的身世呢比较隐秘，他就能够每天呢沉迷于这些跑车跟女人之间，每天都是在酒吧以及派对之中徘徊。所以他的香气呢，你能够明显的就是闻到这种大量的烟草味啦、威士忌啦、莱姆酒之类的味道。那我觉得它的香气呢，它的香气一开始我觉得它有点像是父亲乔治跟母亲 Clara 的一种混合体耶，就是有乔治的那种大量烟草味，以及 Clara 的那一种莱姆酒的那种香甜。我觉得一开始这个味道还挺复杂的，然后慢慢的你就能够闻到它的香气啊，也是越变越温暖，越变越好闻。后面的时候呢，你会闻到类似这种蜂蜜啦，还有肉桂以及琥珀的香气。那这支味道我觉得会比较适合更加成熟一点的男士，像是40多岁的男士，我觉得会比较适合这支香水。那么这位可怜的布兰奇女士，她其实也有一位妹妹，叫做 Constance 羚羊小姐。这位羚羊小姐呢，在这个故事当中是一位新时代的女性代表，
因为他很爱辩论，很爱表现，常常对这些政局还有国际上的一些事件非常的不满，所以呢，他常常很爱发表一些变革。我觉得他有点像是一个团队中的领导人的这种角色吧。那它的味道呢，它是属于这种美食调的。一开始呢，你可以闻到的就是海盐还有豆蔻的味道，完全的不刺激哦，就是有一种好像甜咸的感觉吧。然后慢慢的你可以闻到这个香味呢越来越甜，就是慢慢的你可以感受到有这种香草，然后还有一点奶油的味道吧。我觉得这支虽然说是有这种甜点的感觉，但是它完全不腻哦，就是一支闻起来非常顺口，而且我觉得应该是接受度非常高，也非常实穿的一支香水。不论你是日常外出还是约会，我觉得都非常适合。这个家族的掌门人多罗西亚夫人，她有一次前往法国旅行的路途中呢，遇到了一位非常年轻又帅气的法国男士博瑞德先生。他是以这只公鸡的头作为他的代表。那公鸡先生呢，他其实是我在兽首系列香水当中最喜欢的一支。他在这个故事当中啊，是一个旅游经验丰富，然后呢受过良好教育，然后非常有魅力的一个法国男士。这个多罗西亚夫人呢，常常邀请他到这个英国的家庭里面喝下午茶，以及品尝晚餐。那贵族之间常常在耳语他到底跟猫头鹰，就是多罗西亚夫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我觉得应该是这位夫人在包养他吧，因为他实在是太年轻又帅气，然后身材又好。也不知道他们在晚餐过后到底是做了些什么呢？也许只有他们两个知道吧。那这个公鸡先生是有什么意图来到这个家庭？也许真的就只是为了要跟这个夫人拿钱，还是说他心目中有另外一个喜欢的对象呢？我们也不知道，因为呢，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人啊。那么至于它的香气呢，一开始的味道啊，我跟你说非常好闻。我一开始闻到这个味道啦，我就爱上它了。而且我身边的朋友啊，只要一开始闻到它的味道啊，真的都是说好闻，没有一个说不好闻的。它的味道真的是很独特，你不会在其他香水闻到的那种味道。可是我看它的香调表，好像就是只有粉红胡椒跟香柠檬但是怎么会这么好闻呢？一开始的味道真的让我爱不释手啊，好好闻啊。那它在我身上的那种感觉呢，是很不一样的。如果我在大热天去使用它的话，我觉得它的这种鸢尾根的这种粉感，还有一点点药感的味道会比较明显。那如果我是在冷气房使用的话，我觉得这种香草、檀木的味道会比较明显。所以我觉得这一支算是一个还蛮尊贵，它有一丝的这种亲切感。你会很想要一直去接近它。除了这位来自于法国的客人之外呢，还有一位来自于美国，叫做 Mr. Sam 山姆先生。他在这个故事当中呢，是一位住在伦敦的美国富豪，每天呢都是无节制的乱花钱，流连于这些声色场所之间，也是一个享乐主义的人。那因为他具有美国人的这种个性，就是很爱讲话，然后呢很活泼，嗓门又大，因此呢惹怒了这个多罗西亚夫人。那尽管他惹怒了这位夫人，但是呢什么样的个性还是会有人喜欢的啊。反而这位玫瑰小姐受尽了她丈夫每天都不回家的痛苦，反而对这个山姆先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两个人好像偷偷的谈起恋爱了呢。那么至于这一支香水呢，其实我也是蛮喜欢这支香味的。这支香水呢，马上就能够把你带到可能就是中东地区的这种市集吧。
一开始你能够明显的闻到就是香料的味道，像是有豆蔻啦、孜然啦、肉桂啦等等的。然后中调的部分会有这种藏红花的味道，就是带有一点点那种花香味，还有一点好像是树脂的味道吧，我觉得还蛮特别的。那最后的部分它有这种胡椒还有烟草的味道，我觉得这支香味跟潘海利根他们家有一个系列的一支叫做黑玫瑰 Harifati 那支香水非常类似，它的味道我觉得是胡椒还有这一种肉桂的味道好像比较明显耶。然后那支黑玫瑰的味道呢，它感觉是焚香还有藏红花的味道会更加明显一点。如果喜欢黑玫瑰那支香水的话，你也可以比较一下这支山姆先生，我觉得两个味道都还蛮类似的。那黑玫瑰那支更加适合女性，那这一支山姆先生更加适合男性。但是我觉得都不错，两支都不错。这个家庭当中还有一位来自于埃及的客人，叫做 Sohan， 他是以这个老鹰的头作为他的代表。Sohan 先生在这个故事当中呢，是一位有远见、有抱负的埃及商人，因为工作上往来的关系呢，认识到了来自英国的这个乔治勋爵以及布兰奇女士。之后呢，他们变成了好朋友。它这个味道呢，一开始你能够明显的闻到就是这种埃及香料的味道吧，感觉你好像置身在埃及的市集，或者是置身在金字塔前，你可以闻到那些尘土飞扬的那些沙土味，然后伴随一些香料的味道，然后慢慢的你可以闻到的就是它的味道变得很奇怪，就是我觉得它的味道一开始很不错但是到后面的时候变得有点古老，就是好像你原本站在金字塔外面，后来呢你走进去里面之后呢，你翻阅了那些古物、古书，还有那些藏宝图的这种古代的那种书卷的味道，我觉得我不太能够接受就是好像有一种怪怪的感觉。然后我看它的香调表里面是写这种乌木还有香根草的味道，但是它这个乌木我觉得没有乌木的味道反倒是就是我刚刚说的那种古书古卷的这种味道。那选这支香水之前呢，要斟酌一下那我觉得这支会更适合年纪再大一点的人，可能45岁以上或者50岁以上的成熟男士去使用。Sohan 有一位妹妹叫做 Yasmin， 她是以这个灵猫作为她的代表。Yasmin 在这个故事当中呢，她跟随了哥哥 Sohan 一起来到伦敦，她立志要找寻一位值得可靠的男人。她的香味呢，我觉得非常的神秘，而且还很迷人。它的味道有这种豆蔻，还有一点点茉莉香，还有咖啡的味道。我觉得这一支它也是会给你有一种好像是到埃及地区的感觉，不过我觉得它比较像是在埃及的一间小小的咖啡馆，然后呢你喝着就是当地的这种传统的咖啡，有甜，然后还有一点点辛辣的感觉。我觉得这支味道真的好特别我非常喜欢。如果你是喜欢尝试这种有一种中东地区的这种异国风情的话，这一支我觉得新手绝对可以先去试试看。我相信它应该实穿度非常高，而且接受度应该也是非常的高。不论是要约会还是要日常通勤，我觉得这一支在秋冬天你绝对是全场的焦点，真的很特别，完全不会撞香。虽然这个家族来了这么多客人，但是唯有这一位，他是这个家族的常年 VIP。没错，就是潘海利根他本人 William Penhaligon， 他是以这只盘羊作为他的代表。潘海利根先生在这个故事当中呢，是这个家族很重要的宾客，他还曾经为家族每一位成员精心调制
专属的香气。那这支香水一开始亮相的时候，我非常期待，我会觉得，潘海利根他本人，他就是一个创办人，也是一个调香师，我觉得他的香水应该是非常特别吧，我期待非常的高，但是呢，期待往往落空。我觉得它的香味不能说不好闻，只是说比较普通一点。它这一支味道啊，是以这种香根草作为它的主体，听说它是用3种不同的香根草去做的。那我觉得它香根草的味道，你可以明显的闻到是有这一种大自然的气息，就是你好像来到了一个英国的乡村，然后呢，你去翻动就是地上的香根草产生的这一种香根草的这种草味，还有伴随着一些泥土湿湿的味道。那一开始这个味道我觉得算是还不错啦，然后接着慢慢的你可以闻到一点薄荷的这种凉感，然后接着呢你又可以闻到就是檀香的那种奶香味，我觉得有点像是奶油的奶香味耶。我觉得它在后调的处理部分有一点太过于草率了，我希望它的后调的部分能够再增加一点特别的味道，但是它又以这种檀香做结尾，怎么又是这种奶味呢？如果相比其他兽首系列香水的话，这一支我觉得也是偏向于这种普通吧，很朴素，比较没有太大创意，然后接受度算是还 OK 的香水吧。那最后2支香水呢，它是这整个兽首系列当中啊最清爽的2支了。这2支呢，分别是第一支 Flora， 它是玫瑰小姐的表妹，它是以知更鸟作为它的代表；另外一个是 Flora 的哥哥 Cousin Matthew， 它是以绿头鸭作为它的代表。Flora 这支香水呢，它在这个故事当中啊，是一个表面上看似天真无邪，有着水汪汪的大眼睛，就是感觉呢会让人家产生保护欲的这种小妹妹的感觉。但是其实啊，她是一个到处搞怪的小机灵鬼哦。她常常呢很喜欢对她的哥哥恶作剧。她的香气呢非常的简单，以这种柑橘、还有花香以及麝香作为它的香调，就是一支非常简单、很好穿，而且完全没有负担的一支香水。然后这个香气之中还带有一丝丝的这种茶香味。我接着 Flora 的哥哥 Matthew， 他在这个故事当中呢是一位恶名昭彰的人。那为什么他会恶名昭彰呢？其实这是有原因的，因为每一次在事件发生之后啊，他就好死不死就会在那个现场，所以呢大家都在耳传他，说不定 Matthew 就是凶手。不过其实他什么都没有做啊，他就是一个非常无辜的人啊。然后每一次呢，他的妹妹 Flora 到处恶作剧，他也栽赃给这位 Matthew， 就觉得这个 Matthew 就是一个烂好人的角色啊，什么都他来扛，然后他也默默无语，不会捍卫自己的权利。至于他的香气呢，我觉得明显的可以感受到，就是 Matthew 他心里面的这种委屈。一开始你就可以闻到这种明显的这种苦橙叶的味道，心里面的苦说不出来啊。然后这种柑橘跟苦橙叶的融合啊，我觉得这让我想到就是蒂普提克 Diptyque 它有一支香水叫做感官之水，那支香水跟这支香水有那么一点点的类似。那我觉得 Matthew 这支香水，它一开始的苦感味会相较于比较浓厚。那感官之水呢，它的皂感味是比较浓厚的。但是这2支呢，最后到尾调的部分，真的都是非常好闻，而且很舒服，越闻越上头的那种感觉。那这支香水跟 Flora 是一样的，就是非常的清新。感觉就是你出门随手一拿一喷都是很 OK 的这种香水。那这2支我觉得就比较适合可能年轻一点的男生女生去穿会较为合适。那我相信应该很多人想知道，在这个兽首系列17支香水当中，到底要怎么样快速的选择出最值得购买的香水呢？
别担心，今天呢，我帮大家列举了3支男香以及3支女香最值得购买的香水。那我也会另外提到，就是3支不建议购买的香水哦。那我相信这3支我不建议购买的呢，也是会有人喜欢的啦。但是香水依照个人的喜好跟体温不同，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所以这个仅代表我个人的立场。那我先讲这3支我不喜欢的香水好了。第一支鹦鹉，第2支狮子，第3支老鹰。那接着男香，我最推荐的 Top 3不分顺序哦，猎犬、犀牛以及公鹿。女香最推荐的3支也是不分顺序，灵猫、狐狸、知更鸟。好的，终于结束了我所有的兽首香水分享啦。我希望以上的内容能够多多少少帮助到大家，也谢谢大家就是这么努力的看完我这支影片。最后，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别忘记给我按赞、订阅还有分享哦。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